好，明见，我叫郝建。来，大家好了，来了一个国产车啊，看看这个国产车的底盘啊，看这个后面悬挂啊，看锈的啥样，来看锈的，然后减震底座就锈了，看没有？这国产车啊，这个车才跑了45000公里啊。来，再看看这边的，看都生锈了啊，你看。45000公里啊，看下面又开始长锈了。来看这个元宝梁了，哎呀，这个元宝梁啊，真是锈啊！看不看见？哎呀，来个特写来，来再看这个发动机下护板，给它拆了啊，不装了。掉渣渣。哎，这个车来了，看这边了，元宝梁。哎呀，45000公里的车，我操！是什么国产车了？老铁们有没有知道的？这是一个，哎，我也怕了，这是个3字母牌的 SUV 啊。卖的比较好的那个，它是 LDMI， 知道了吧？24年11月份出厂的车，这个后防撞梁传统异能了，1毫米厚，你就切水果吧，你就。吸能盒尺寸也不大，它防撞梁上有一些打孔啊，这个孔我真的是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你说释放应力，那你这么薄一片有什么应力要释放？你说引导溃缩，那也没有这样子引导溃缩的呀，不懂啊，不懂用来干什么的。这个做工也是不懂啊，这做工也是不懂。这个防撞梁你说是高强度钢的，那厂家也不公布数据，你让我相信它是高强度钢，说实在的我不太敢相信啊。这两个孔不会是给吸能盒凉快透风用的吧？后面这里也有个孔在纵梁上面，那这个是引导溃缩的，我知道。价格呢是可以卷，但是你质量也真的要做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肯定是比亚迪独家的专利技术。电车呢本身就很重，背了那么大一块电池啊，多挖几个孔散热也是可以的。同时呢还可以减重。就是车企口中的轻量化嘛，至于是不是偷工减料嘛，没人敢说，因为国产车确实不容易啊。更加有趣的是呢，比亚迪前天还搞了一个新车发布会，这就厉害了，又是填补了空白，又是勇夺了各种全球第一啊。这个反差呢，确实没有想到啊。打造高端品牌，不能靠买料堆料，要靠革命性的技术。经过7年时间的研发与攻坚，搭载元年锐的仰望油漆终于量产。元年锐搭载悬浮电机，打造了全面电动化的电悬架，将过去应用在航母电池弹射系统、磁悬浮列车上的电池原理技术首次运用到汽车领域，这是人类首次填补了垂向电动化控制的技术空白。这又是磁悬浮啊，又是航母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每次都是颠覆，每次又都被打脸。先看看水军是怎么吹的吧。咱们一口气放完这20个绝活，来领略一下它的极致表现。Number 1， 悬浮电机替代液压减震器，全球首个横纵垂3项控制，全面电动化。Number 2， 能量回收，通过悬浮电机直接发电，也称用爱发电。Number 3， 过不规则路面以及不规则减速带，稳得一匹，友商都在走规则减速带，尤其一定要给自己加难度。Number 4， 远超同行的弱管理，连续77次弹射起步挑战成功，性能与电池安全同赞。Number 5， 冰冻开锁，用温柔守护北国消费者的出行。Number 6， 自由控制悬架，不管是抖雪还是抖落叶都轻轻松松。Number 7， 悬架控制既可以大力也可以细腻，车顶迷宫，毫米级的车身控制。过年了，再用庞大的车身给大家写一个小小的福字，一笔一画不在话下。Number 8， 风阻系数 0.195， 全球量产车最低。Number 9， 过不规则减速带只是基本功，还得加难度，黑夜挑战不规则路面，对于路况的变化心知肚明。Number 10， 冰雪加不规则减速带，低附着于起伏路面的双重考验。Number 11， 难度再次升级，让艺术家站在车顶过不规则路面，咏春拳。杂技演员手持酒杯。
游龙戏珠全都不在话下。Number 12平移是一四方泊车的衍生功能，直接平移太号轮胎，这样子的平移几乎不会上轮胎。Number 13冰雪路面原地掉头，这是仰望家族的全民绝活。Number 14敌级车超小转弯半径 4.85 米，比微型车海鸥还要小。Number 15一口气登上雪地亚布力大跳台，爬坡能力也恐怖如斯。Number 16几乎没有侧倾，甚至还能像摩托车过弯一样给你负侧倾，保持稳定。Number 17天神之眼 A 城市领航，无图端到端。Number 18 160时速下同侧抱2个轮胎仍能保持平衡，和友商相比难度不是一点点高。Number 19上演反美式截停，车身被撞仍然能保持平衡。Number 20极寒温度下碳陶刹车仍然保持高性能。这不就是杂技吗？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愿意花62万坐在车顶上来个叶问蹲有点花里胡哨了。上次颠覆行业的腾势 G9 GT 已经在网上被骂得很惨了，销量更是惨淡，在实际使用中出现了各种的毛病，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比亚迪以为腾势 D9 在销量上有点突破，就一口气出了多个车型，每次在发布会上都是遥遥领先，各种自封的第一，那第一简直可以绕地球3圈了。可是就发布会那几天热闹，后续就逐渐被遗忘了。靠水军、靠营销做噱头来卖车，靠他那500万警告来做售后，韭菜总有一天会被割完的。比亚迪公关经理还发微博表示比亚迪的技术太先进了，已经突破地球了，你们这些人一直都不太相信。这话说的就像比亚迪在巴西被举报集体按手印证明清白一样，谁会相信呢？更加有趣的是比亚迪表示自己用了7年的时间做了一个插混专用发动机直接又一次领先了，带领全球高单车的技术又一次进步，将直接改变全球豪车的格局很多人表示这车太先进了，根本就没有对手。为什么呢？因为这款车在市面上找不到同类型的，没有参考标准，没有评测标准。这款车的设计是厂家自己做的，评测也是厂家自己做的，而且现在被吹的这款车卖的太便宜了，技术那么高超，本来应该卖100万的，现在只要60多万，很值这里就是暗戳戳的在指小米速七 Ultra 了。同样差不多的马力小米速七只要50多，只能说那些有钱的主赶紧掏钱已经这么牛逼的技术给你了，还带杂技的，如果还卖不好，那只能怎么办呢？那只能给自己唱国歌打气了。边家村十字路口，小米速七20线新车，某安师傅代驾，司机说顾客强行开启支架功能，结果十字路口造成单方事故撞护栏上，车头近乎报废兄弟们，自昨天早上咱发布的那个边家村十字路口小米支架撞坏护栏那个作品之后，播放量破了100万，有10来个网友联系咱，要求咱删除作品。那都像人家发的问大的一样给删除作品，你这个闹啥的，对不对？咱拍这个作品的初衷，它就是警示各位司机谨慎驾行，安全行驶，也告诫一些带支架功能的车主，它只是辅助驾驶而已，不要太当真，对吧？大调黑乎管女子呢，哎呀，还这来我来那来这来的，吓唬谁呢？哎呀，首先咱没有拍到当事车辆的车牌，其次也没有拍到当事肇事人的脸部，对不对？我凭什么给你删，对吧？我好不容易有一条作品播放量破100万了，现在也在持续发酵，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小米速七都敢说，确实很大胆。现在的水军已经不是单纯的收钱办事了，还有很多是自来水，全凭热爱看着对小米不利的负面新闻就开始冲击。这几天就有一个100万大 V因为购买小米速七 Ultra， 在沟通过程中出了点矛盾，就被结结实实的网爆了。国内的品牌现在越来越像宗教了，都是跟华为学的呀。尽管小米速七现在已经很成功了，
而且雷军昨天还发微博纪念了一下小米SU7上市1周年啊。但是我还是要说的是什么呢？昨天不仅仅是小米SU7上市1周年，还是特斯拉刹车失灵案件正式告破，从此没有人说特斯拉会刹车失灵的1周年，也是比亚迪呢不再自燃的1周年，也是小鹏汽车智驾已经完美了，从此没有 BUG 的1周年，也是理想汽车不再被扣帽子的1周年，也是蔚来汽车没人敢说它是开蔚来汽车品冤种人生的1周年，也是小米自建组装厂不会再有人说它是组装厂的1周年。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那生命是什么？从去年开始，有的企业就在产品发布会上高喊安全是最大的豪华。咱从人伦角度讲，安全是一辆车必须满足的最基本的要求，是造车最起码的标准。我们国家所有检验检测的标准，说这个车能不能上市，就2个指标，一个是安全，一个是环保。我请问，如果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那我们标准是什么？汽车是生命的运载工具，如果连安全都没法保障，那您告诉我，那冰箱、彩电、大沙发那还有什么意义啊？你再跟我说这车能漂移、能这能那，有什么意义啊？那不过就是死得快点，是不是？所以说，汽车厂在设计、制造所有这些环节里边，必须严格遵循的标准是安全，这是生产和制造设计所有环节里边的最基准的底线。所以这辆车出来之后，你制动系统必须安全，你车身必须安全，你操控性必须稳定，你必须保证这个乘员在车里边也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在测试汽车的时候要测试刹车，所以我们有 NCAP， 所以我们有各种测试，所以我们要给驾驶室里边设计它的气体排放标准，所有这些都是安全，都是底线，这是一个车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汽车厂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讲的是义务。所以安全是什么？安全是底线，它不是豪华，不是有钱人的专享，安全必须是平权，这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所以对安全是不是造车底线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现的是汽车厂或者说这家企业对消费者是否尊重的底线。我不知道各位网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家企业说安全是最大的豪华，你敢买他车吗？这是于大嘴说的呀，安全是最大的豪华。但是最近2起特斯拉事故呢，一个是空中转体2周半，一个是被大货车嘣的一下撞了，驾驶员呢都没事，这应该是给特斯拉做的广告吧。反观最近的华为呢，又爆出大瓜。之前说的第1名啊，智驾翻车，直接进医院了。现在呢，除了第1名翻车，第2名、第3名都翻车了，只是动静呢没有那么大，估计是被压下去了，没有直接爆出来。这些小白鼠也是光荣了啊，用小命呢去给厂家做宣传，最后受伤住院，拉扯几个月之后呢，想要点赔偿，可是没有啊，还要被厂家呢各种扣帽子，各种撇清关系，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后悔的啊？没日没夜的跑，最后跑出来个事故。华为智驾呢一直在宣传自己是第1梯队啊，遥遥领先，真的出了事又不管，这种操作呢也是没谁了。可能是在宣传中啊，他们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实际上呢，只要失误1次就是一场灾难。有车主愿意去做试验，车企呢其实很高兴的。那么有很多车主都愿意实验呢，就干脆来个比赛吧，跑的人呢越多越好。这种不拿车主小命儿当回事的行为啊，也只有遥遥领先的车企呢才能干得出来啊。看到有网友的留言啊，说某智驾排行榜前3名都出了问题，我操，这是真的假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我最近评论区啊骂我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我讲的都是客观事实。国内智驾已经走错了方向，有些啊已经开始悄悄的跟着特斯拉往纯视觉方向转了，只是不宣传而已。国内智驾目前的现状是互相在错误的技术路线上卷来卷去，还在比谁的技术厉害，还互相不服。
发布会上都在自吹自嗨，今天吊打这个，明天碾压那个，让很多大聪明啊觉得内心无比的自豪，觉得是他赢了。给你们这些小可爱们啊泼冷水。智驾最重要的是什么？回答我！安全，安全还是安全。你见过他们有比谁更安全了吗？技术领先不代表安全，但是最安全的智驾一定是技术最领先的。保证不了安全，谈自己的智驾多厉害，都是耍流氓。你们以后就看他们再开发布会的时候，无论吹得多厉害，如果不敢说自己的智驾是目前最安全的，那就是技术不行，都是资本家的把戏。你可以直接把它定义为无良奸商，为了多卖车多赚钱，拿客户的生命当儿戏，拿客户当人肉扫头员，出了事故大不了赔你点钱，没有人会为此负责。而你呢，失去的可能是生命，或者整个家庭都会破碎。你买车的认知决定了你的苦难，只是这个代价有点惨痛。特斯拉的 FSD 啊，昨天有人在推特上又开始推送了，1个月的活动又开始喽。实际上呢，今天又变了，特斯拉官方呢把公告又直接删除了。看来这阉割版的还是没阉割干净啊，只是改名字，或者说阉割的不彻底。现在还是在和大家长啊反复的拉扯当中啊，搞得网上很多特斯拉车主呢一头雾水。在强类就是这样啊，如果比国产智驾呢强太多了，让人一眼就看出来的话呢，那还是别进来了。我猜呀，估计要一直阉割到了比国产智驾还差一丢丢。这个阉割的度啊就很难把握了，只能是反复商量，反复阉割了，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到底阉割了什么。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各位考官好，考生开始答题。村民利益无小事，面对村民的诉求，我会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并且用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解决。第一，我会找到村民刘大爷，然后给他手机下载一个抖音，等他刷2天以后，把网给他掐了，然后告诉他，没有这个信号基站，他以后再也刷不了抖音了。第二，我直接把全村的网全给他掐了，然后告诉全体村民，就是因为刘大爷，所以大家都上不了网了。如果以上2条仍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就只能用第3条了。我会连夜买一批鸡蛋，然后等半夜没人的时候，偷偷潜入刘大爷家，把鸡蛋塞到他家的鸡屁股下边，然后第2天告诉他，你家的鸡下蛋了。考生回答完毕。